护理行业长期面临人员短缺的挑战。因为人手也不够，差不多3个人顶了一个 critical care area 的 maybe 有差不多100多个病人住院的那种状况。这是因为当护士工作需要轮班，很辛苦吗？他要去读护士的课程的时候，我们反对的，真的是反对的。第一反应就是反对，feel 心痛啊！他去做护士，最反对的就是我爸爸，他就以为护士只是做那些肮脏的工作。我的名字叫冯耀全，今年39岁了。之前是当兵签合约的啦，是做了10年。6年前，冯耀全通过护理专业人士转业计划，顺利转行成为一名护士。这个计划旨在吸引不同专业背景的本地人进入护理行业，以缓解护理人员短缺的问题。因为之前的工作做了10年的时候就，是说可以转行了，很想去尝试，然后得到一个更稳定的一个技术或者知识了。之前是说读了工程师的 diploma， 文凭已经差不多10年，所以也是觉得跟不上了，又可能要再重考还是重读，就觉得护士是可以长久的帮助人，也可以说是一个熟能生巧的一门手艺了，就选择了护士。医生等一下会看你了吧？我看你抽血先，因为抽血那个样本需要2个钟头，大概这样，可以哈，不要紧，可以。一个病人从老人院过来，然后说是缺少氧气或者低了，说当他们一到的时候，我们会先量他们的氧气，说就发现了，他氧气很低，是需要很紧急的那个医疗了。在急诊部里分秒必争，曾是装甲部队军师长的冯耀全总能从容应对。那时当兵的时候，沟通语言就是比较firm，或者说比较大声啊。这个工作的话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就不可以用一样的方法沟通，也要想到人家的感受啦，不可以因为你要 discipline 那个人而说你想说的话，而是要用另外一种方法让他们能够体验到你真正的好心啦。医院的另一端，年轻护士戴怡江刚刚开始值班。我是一江，我今年23岁我做护士11个月了，差不多1年。像戴怡江这样新入行的护士，政府医院在去年总共招聘了5600人，包括本地人和外地人。爷爷是一个 bio 的老师，所以小时候我每次陪爷爷，他就教我他的 bio 的东西，那我就开始对 bio非常的兴趣。有一天有一个护士来到我们学校，跟我们讲一下做护士是什么样的工，我们是需要做什么，护士是怎样的。因为现在我们一个 aging population， 我就看到护士他们大多数的时候是帮老人家，是帮他们恢复健康。我就想 OK， 你看我的爷爷奶奶全部都要老了，对，所以我也想做一个护士来陪老人家，帮老人家。一开始我也感觉到很辛苦了，做护士，每天要这么早起床，我放工也是放迟，有时候要做夜班，也要做下午班，哇，非常的累。我收了这个早上起床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没问题了。戴怡江拥有义安理工学院的护理大专文凭，在国民服役期间也担任医务兵，但他在护理专业的路上，最大挑战竟来自家人。一江跟我们说他要去读护士的课程的时候，我们是反对的，真的是反对的。第一反应就是反对，不要当护士，去读书先，读完你的书，你要做什么你才做。连他跟我讲，奶奶，我去做工先，学一点 experience， 才去读书。
I promise you。身为父母，看到自己的孩子去做一份这样辛苦的工作，所以是很心痛。feel 心痛啊，他去做护士。最反对的就是我爸爸，他看到我做这种工，他就非常反对，因为他对护士的想法是不太好啦，他就以为护士只是擦屁股，只是做那些肮脏的工作。值班2小时后，冯耀全迎来了第一个休息时间。虽然还只是早上9点，但他只有45分钟的时间来吃他的午餐。今天有一点不想吃太多，所以就买了一个包和2个饭果，可以讲是午餐啦。因为午餐的时候12点 break 不是说很长啦。普通的诊疗所好像 clinic， 当病人有些状况，他们也是会transfer过来啊。说现在可以吃的话，我们就尽量吃先啦，因为等下帮忙的时候，没有能量的话会肚子饿，就比较辛苦了。下午时分，急诊部病人很多，走廊尽是临时安置的病床。今天我们早上开始做的时候是差不多34个病人没有床位了，现在刚刚我 just check 它是63这样，就2个有床位，就已经是满的现象了。所以我们还是会 expect 更多人进来了，因为还是会有人需要看病人，我们就暂时这样顶住nurse他们了。最初从职业军人转行当护士，冯耀全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就是薪水低了不少。薪水当我去读书，至少扣了大概是58%嘛。我说那个工资还可以啦，够买一些东西啦，不是说完全的节省。然后就工作了一些年了，就可以赶上了啦。卫生部今年推出了名为 Angel 的护士挽留计划。新聘护士和46岁以下的在职护士，每4到6年可获得2万至3万元的挽留金，在未来20年内，最多可获得10万元奖金，以鼓励他们以护理作为终身职业。对我来说，这个 Angel Retention Scheme 是非常的好的，因为如果做20年，这么多钱，很 worth it。但是你给那些新的护士钱，不一定他们会留在这个行业。如果你没有那个 passion， 你没有那个 drive， 你就会认为做护士是非常辛苦的，很困难这个工作。工资的 adjustment， 还有更好的 equipment 或者之类的东西，帮助减轻那个护士的负担。比如说上厕所啊，拿一些水啊，家属可以做，可以 support。那个护士的可以帮助到更多啦，因为说不是护士不愿意做，而是说如果你有太多病人，一定会有病人被忽略的。对耀全来说，工作要做得长久，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专业上有不断成长的机会。每天都会遇到你没有遇过的病情，还有不同的诊断方法，然后你会去感受和去学。当我得到这些知识，我就可以帮助到我的家人、邻居或者朋友，更有一个专业的一个角度 confirm 了他们的问题是很严重吗？还是说需要去到医院？我会鼓励那些可能想要从别的行业转过来的，不要太担心那个 passion， 你只要肯尝试，只要肯学，只要肯改，你就能够做一个好的professional 护士。因为你的时间不稳定啦，所以当我们 plan 那个 leave 的时候，会更珍惜家庭，因为那个时间很宝贵啦，不像普通的家庭是说拜6礼拜你都可以见得到他们。放工过后，我最期待是说，回到家看我的孩子玩，还有跟他们聊天，还有看我的太太，
问他的工作怎样之类的，看了家人开心，还有孩子玩这些，多多少少会减轻那个身体和精神上的疲倦啊。就在抽，因为明天你去做手术哦。哎，手放下，放轻松，不用担心，我还没有开始，我要准备东西先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可以看到我的儿子长大了，成熟了，怎么面对各种困难的时候，我觉得还不错啦。他希望他以后可以专门看护有些比较老的病人，还是病比较严重的病人，他们在最后一个过程中是有时候是没办法，只是在等待那个时间的时候，他要看护这些病人。哇，身为一个母亲，我觉得儿子是蛮伟大。我在尼安伯利的时候，是我爸爸，他每天会 send 我那个 newspaper article，他给我看这个护士，他做了什么哦，你看那个政府还在给护士给多一点钱哦，这种东西他就会 send 我啦。就一开始他就反对了，但是现在他非常非常的 supportive， 他是我 1 supporter。I'm very proud of him。他有时候跟我开玩笑是讲小时候你顾我，现在你老了我顾你，我觉得很欣慰咯。我的孙子这样关心我，